帮你把酒倒上。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，帮了我那么多忙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话叫你说的，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现在看来，想要有实质性的进展，挺难的。拿回家产什么的，恐怕是白日做梦了。我现在欠着一身的债，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 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。唉，有时候觉得活着挺累的。你别这么说呀，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。况且，你还是有很多别的机会可以去选择的。什么机会？可以让你自己别那么辛苦的机会呀，桃花。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你。 真的吗？真的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，但是1800万的身价好歹还是有的。你跟了我以后，我可以帮你把债都给还了，还有我可以……那个，你钱包里有多少钱？啊？你现在带了多少钱？给我。 拿过来花一花。来，干杯！来。我再帮你倒上。 等一下见的这个人，业界风评可一般，你说话要小心点。嗯，我也调查过了，他确实有诚信危机。最讨厌跟这种人合作了，随时都得防着他在背后捅你一刀。桃花，慢点，桃花。桃花，慢点，桃花。 把手放开！怎么了？把手放开！怎么了，桃花？你是不是特别想说，我堂堂的陶大小姐，居然能看上这么点钱？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被钱砸死。可惜啊，我现在手上没有1元硬币，否则我现在就成全你。 区1800万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想玩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你要看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啊你！我告诉你，董志彪，大写的渣男不是谁都可以当的。你现在充其量就是少了一只腿的癞蛤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以为你是琼妮大小姐啊？啊！你早已经一文不值，人人鄙视。我在这儿等你。疯了你！ 花，你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滚！你都看到了。 满意了，觉得好笑吗？我为什么要觉得好笑呢？想哭是吗？干嘛要忍啊？之前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不都是想哭就哭，想闹就闹吗？干嘛现在忍着呀？想哭就哭啊！哭出来呀！
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是我对自己的状况缺乏了解和必要的心理准备，所以小题大做了。没了？你还希望我说什么？总觉得你还憋着什么大招呢，至少得掀一桌子骂骂人什么的。哼，看来我给你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还不小嘛。我知道你现在在我面前在装坚强，但是你的变化真的挺大的。人只有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才知道以前那些任性的资本都是谁给的。你以前总说我一无是处，我还不服气。那都是气话，怎么能当真呢？再说了，你要真有那么糟糕的话，咱们两个怎么可能差点结婚呢？幸亏差点。够了啊！你又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有亲人，有朋友，衣食住行虽然没有以前好了，但好歹总是不缺吧？你比起那些个每天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，为了自己的一栋小房子辛苦打拼的普通人来说，不知道好到哪儿去。没错，你说的对。既然你现在这么能听得进去别人说话，我就再多说一句，来我公司上班吧。什么？明远，啊？我来电是不是我的头像啊？不是吗？你来电我设置的就是你的照片，我也要拍一个。你密码是多少？你拍吧，7788。明远，哎，来了。你拍的？我问你话呢，是不是你拍的？是我拍的，但我就是想祈祈桃花。网上那篇文章是你写的？不是我，这些照片你还发给过谁？谁也没发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篇网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明远，你是不是当我傻呀？我知道你从小就不喜欢桃花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她，但我一直都觉得你们俩是闹小孩脾气，打一打，你捉弄捉弄她也就完事儿了。我真没想到你居然用这么卑鄙恶劣的手段来造谣重伤她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莹莹，这事真不是我干的，你要我说什么你才相信啊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长腿发网上去的？我，你什么你啊？你现在连一虚假的解释你都懒得编你？我编一虚假的谎话骗你，你信吗？你骗我骗的还少吗？桃花家破产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莹莹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有什么能耐，我能让桃花他们家破产了？那他们家破产，你一个字儿都不敢跟我提，你心里一定是有鬼。这么想也对，
这篇网文一发，舒克就被逼走了，桃花家也破产了，桃花他妈就住院了。你呢？你跟你爸一点影响都没受，还比以前过得更滋润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为什么呀？你们两家不是应该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吗？为什么大难临头你跟你爸倒先飞了呢？周莹莹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是这种人吗？尤其是你肯定事先就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躲在一边看桃花家的笑话去了。滚！不，莹莹，滚！真不是我干的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真没干这事儿。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你相信我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周莹莹，周莹莹，莹莹，你开门，你先把门打开，莹莹，你把门打开，你听我说，莹莹，莹莹，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莹莹。小花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我气，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？都赖我辞职也没跟你说一声我就走了。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你别生我气行吗？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应该在你身边的都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我气，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，不生气。都赖我，赖我不在你身边，让董志彪这畜生钻了空子。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放开你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人刘宇对你还是挺够意思的。你这工作就算有着落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。这从哪个方面讲，你也得去呀。你想啊，第一，你在他手底下工作，他能亏待你啊？第二，万一你俩要是死灰复燃了呢？想太多了吧你？哎，我有钱的事我俩都没好成，我破产了，他对我旧情复燃。你就算破产了，你也是如假包换的落难公主。不可能，我跟他早就过去了。你到底是不想高攀呀，还是预谋低就？啥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还惦记着舒克呢？没有，他们俩现在我谁都不想了，我就想着怎么样挣钱养家，怎么样照顾好我妈。再说了，我要是想创业，谁拦得住啊？这我信，能在广告公司做项目经理，也不是谁都能干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就没想过你跟舒克之间的事儿啊？啥事儿？你跟舒克之间吧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现在都差那么一口气，而且你们家现在都成这样了，他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你也不想因为你们家的事儿拖累他，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哟，莹莹来了。嘿，陶叔，叶阿姨，您身体好点了吗？哎，那桃花，你带莹莹到你屋去聊吧。莹莹，你跟桃花好好聊，
俩人慢慢聊。要是聊太晚啊，就别走了，就跟像小时候一样，跟桃花一块挤挤睡。明天一早叔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陶师傅。走吧，走。回去吧，我看你也挺累的了。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回去吧，这儿有我收拾就够了。那我真回去了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放心吧。花儿姐辛苦了。嗯，王师再见。慢点啊，豹爷啊。哎，你没事收拾完了也赶紧回去，没事累了。来，吃。嘿，那个把豹爷支走，是不是有悄悄话要跟我说呀？对呀。那你说吧。你说，现在陶大爷对叶阿姨那么好，当初他俩为啥要离婚呢？悄悄话就是这个呀。那豹爷在的时候不是也能说吗？你不想说呀？不想说你也走。啊，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树哥和慧芳阿姨，一个火山，一个岩浆，那俩人温度这么极致，性格这么强烈的人，在一块儿，得亏是没一直好下去，要不然指不定什么样的，缺个断头。我跟你说，什么来历邪说？我爸和我妈两个人性格也很极致，他俩在一起一辈子，我看就挺好的。哎，我爸跟我妈也性格特极致，也在一块儿一辈子了，所以咱们俩这样算门风一样。嘿，要按你这么说，两个人都是单亲家庭，那还门当户对了呗？对呀。那我哥跟桃花姐，他俩为什么没能在一起呢？哎，他俩不一样，他俩特殊情况，那个悬殊太大，你明白吗？外在困难都可以解决，只要两个人真心在一块儿，那谁也拦不住。哎，对啊，外在的困难，你想咱俩外在的困难都可以解决，只要咱俩想在一块儿，谁也拦不住，是不是，媳妇儿？你说咱俩你叫谁媳妇儿？叫你啊。你再叫一个。媳妇儿，怎么了？不是就俩人，我还不能叫媳妇儿了，叫媳妇儿怎么了？闭嘴，不准叫。媳妇儿，闭嘴。哎呦，你妈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还能想起来，咱小时候那会儿，他俩天天吵架，满院都能听见你妈在那儿嚷嚷。小时候啊，我最大的心愿，就他们俩能一起陪着我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这样晚上就不会害怕了。没想到，居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人生就这么的不可捉摸，时而不靠谱，时而不着调。他俩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最后还是当初恨得咬牙切齿的那个人陪在身边。想想我那一潭死水那5年跟朱尔的谈恋爱，那你想想我呢？这一潭死水的30年才叫真正的不堪回首呢。你那是神仙般的生活好吗？谁都羡慕。我有你那生活，我天天买好吃的，买好衣服，我就给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出去玩去。莹莹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不懂事儿？谁说的？董志彪，我大嘴巴抽他我！他算哪根葱啊？他说的话，我就当他是耳旁风。那是谁啊？舒克说的。刘宇。舒克和刘宇。你是何德何能修来的这男双混妈呀？滚！哎，我问你，我是不是真的目中无人、妄自尊大、外强中干、一无是处啊？没有一无是处的人，你是之前的闪光点呀，都被你闪光的生活给覆盖了。那现在没有闪光的生活了，我要学着自己发亮发光。你变了。什么变了？你以前是深刻检讨，永不悔改，现在是轻描淡写，积极上进。哎，说实话啊，我现在呀，一看到我爸妈的背影，我就想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让他们的晚年
过得快快乐乐的。不说这些了，说你吧，你怎么样？你刚一进来，给我叽叽呱呱的抖什么呢？我让你一打岔，我都给忘了，我差点。我要跟你说，你知道网上那篇文章是明远写的吗？明远啊，他承认了？他没承认，反正照片是他拍的。不是他是谁呀？气死我了！喂，又改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过来，我当面告诉你。现在就过来，马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等你呢。等我？所以说你跟桃花已经和好了？嗯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我跟你说的那个设计工作室的事儿，开起来。可以呀，舒总。有没有兴趣加入？桃花也正找工作呢，你怎么不找她呀？桃花现在最需要的是钱，但是我的工作室不可能那么快挣到钱。没钱呀？我以为你好心邀请我呢，合着你坑我呢？你别把我想的那么腹黑好不好？我是因为看中了你的眼光，还有你的能力。你放心，我自己的工作室，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把它做好。你如果加入进来的话呢，你跟贝塔就等于是我工作室的股东，占50%的原始股。如果要是发展好的话，肯定比一般打工族挣得多得多。嘿，说的我还真有点动心了嘿。当然了，我是往好的方面想，也不排除你要跟我吃很多苦，甚至扒掉几层皮的那种准备。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。行，我想想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去见个客户。业务还挺繁忙。就你上次给我推荐的那种。你等会儿，谁？董志彪。啊？你怎么还给他做设计呢？你知道他都把桃花给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我知道你们的目的，我就直接说我的想法吧。就科斯和易辉之间，我还是倾向于投资易辉的。虽然他们的管理层有点老化，但毕竟经营了这么多年，而且规模很大。哎呀，谁知一招不慎，晚盘结束啊！汇芳他太大意了。要说科斯想以最快的速度上市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但是就你们现在资产规模、盈利情况和业务品类，如果不做大的改动，怕是没有希望。啊，必须要引进新的力量。您的意思是，跟其他公司合并，联合上市？你们不愿意？没有，怎么会？只是不知道和哪一家公司合并。李总有什么想法吗？乐盛，最近他们也有上市的计划。哎呀，刚好他们的业务品类和你们的能互补。哎，对了，他们的大股东你们应该认识，明万鹏。易辉的明万鹏。是啊。明万鹏，明叔叔。对啊。老彭这个人可厉害呀！易辉破产，他不仅全身而退，而且迅速地收购了乐盛的大部分股份，现在正在谋求上市。怎么样？你们想想。你这什么呀？辣椒水，新鲜的。你带这种东西吗？谁让他欺负我？谁让他欺负我们家桃花的？一会儿得给他点颜色看。哎，公众场合，你稍微注意点行不行？我们今天是来谈正事儿。
不是，今天来难道还真是跟他谈业务来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冲动，我有办法。我冷静不了我。董总，设计做好了，按照你的方案已经改完了。但是我从做设计以来，你1分钱都没有给过我，咱们是不是把账结一下？你设计做成这样，还想要钱？我告诉你，我看都不用看，就知道不行。嘿，你还没看呢，你怎么知道不行啊？这是谁呀？这是？我是他助理，我。董总是这样的，能给你做设计呢，我已经觉得很荣幸了。给不给钱真的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的外墙确实有些隐患。如果你要找别的设计师做的话，最好提前告诉人家，否则容易引起塌方。塌方？哪儿啊？在厕所，跟我来。你没想塌方？你疯了吧你，舒克！孙子，这拳是我替桃花打你的，这种事你能做得出来？你要不要脸？你信不信我告你？告我是吧？告我！告我！告是吧？告我是吧？明远，明远，你给我作证，我要告他们俩，告他们故意伤害。明远，明远，没有人作证，我照样告你们俩啊！明远，没看出来，你小子下手还挺狠的。不会连累你吧？没事儿，我跟他合伙人，我又不是他下属，能连累到我什么呢？没关系。对了，明远，我正好有件事情想问问你，是关于兴业的，你帮我去查一下兴业这个公司，我老觉得议会破产没那么简单。行，你不说我也会帮你查的，但是你也别抱太大希望了，要查他们的钱走到哪个项目组去了，有点麻烦。行，你试试吧，麻烦了。喂，我现在有空，马上过来。好，莹莹，我有事先走一趟，你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刚才谢谢了。你还好吗？桃花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没有心思找你算账。那你呢？莹莹，我知道你还对我有误会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网红的事确实不是我干的，发誓。但那照片确实是我拍的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行了行了，鉴于你刚才的表现，就先不跟你清算了。不过，刚才舒克说的，你一定得好好查。舒克怎么还对桃花他们家那么上心啊？桃花都对他那样了，我以为他们俩
早都已经闹掰了。桃花对他哪样了？桃花也有自己的苦衷，行吗？我怎么一说桃花就跟踩人一尾巴似的？饿吗？附近有特好的餐厅，刚开业，就在这附近。少用饭片收买我。说呢，谁说收买你了？就说你刚看你擦你一下，你给我吓的。你不应该请我过押解的。我？凭什么呀？凭你说不定还踹我一辈子。真恶心，谁踹你一辈子呀？烦人！走不走？吃饭就给我废话。好久不见了，舒克，在忙什么呢？我最近在弄一个自己的设计工作室，接一些关于设计的项目。可是你广告做得这么好，怎么转去做设计了呢？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广告，设计才是我的老本行。当时做广告还不是因为，为了桃花是吧？你们还好吗？我们分开了。抱歉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们言归正传，我觉得你在广告方面真的特别有天赋。我父亲最近在收购2间广告公司，他们特别想找一个既懂行又有责任心的人替他们管理。我觉着你特别合适。是这样的，许小姐。首先我个人觉得呢，我对广告不是很有兴趣，也不是很擅长。我真的是很喜欢做设计，现在好不容易又回归到自己的老本行，我做得很开心，所以我暂时呢不打算变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强人所难了。不过有些话呢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之前的网文呢，之所以能被大家看到，其实主要都是靠一些网红写手啊去转发的。当然，这些转发呢是有人在幕后操作的。正巧前一段时间我认识了这个网络写手，我查到幕后推手是谁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都不知道，特解气。怎么了？他怎么还有脸给你打电话呀？我就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，你都不知道今天舒克把他给揍了一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还踢了他一脚，气死我了！你都不知道，那找茬的你别理他。接吧，看看他说什么。你别接。喂，你干嘛？我答应帮你调查破产的事儿，咱们快点。你查到什么了？所以说网文是明万鹏搞出来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两个那天那架，等于是为他打的。可以这么说。好，我也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最近有可能要跟乐盛合并上市，查到了一个小秘密。有人在易辉破产后1个月收购了乐盛70%的股份，成了乐盛的大老板。你猜这人是谁？谁呀？明万鹏。不是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你觉得呢？你钱干了吗？什么钱啊？我可没说帮你白查呀。你要真查到了，我会给的。你先说说，你查到什么了？你说的容易，你有钱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耍我呢？我耍你？
你干嘛呀？你耍流氓是吧？你信不信我喊人啊？你看啊，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你老公打我的证据。我老公？你那个卖房子的老公，你们夫妻俩可真是一路货色啊！一个空手套白狼，一个光脚耍流氓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个律师，你要是不想让他吃官司的话，要不你肉偿？你什么意思？打得太好了，桃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！你以为你有多聪明多厉害是吧？你这应该再去找找那个星夜啊，别光洗钱，应该给你洗洗脑，让你长长记性。洗钱？什么洗钱？你给我说清楚。那就看在咱们以前的情分上，我跟你透露一下，谁不知道星夜就是一个专门帮人洗钱的呀？早都有人盯上他们了，就是手里没有证据而已。外面的风声也很多，也就是你们一辉不知道。这下好了，栽了吧？星夜是帮人洗钱的。是啊。这么大的项目，怎么会连这个都没有查清楚呢？这应该问问你们自己吧，是谁引来的项目？是谁在负责？要不就是你们母女俩平时做人做事太嚣张，得罪别人了，人家故意给你们娘俩下了个套，没想到还真跑掉。明伯伯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？我是说可能啊。其实明万鹏一手策划了整件事情。他先用星夜影视的这个真人秀项目，把一辉的钱全部洗出来，装进自己的口袋，然后再带着这笔资金入主了证。行，上道了。但是洗钱这种事情想要查没有证据，太难了。那怎么办？再难也得查呀。对了，你后面有什么打算？我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让桃花到我这儿来上班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让他从零开始。之前说的这些事情，既然没有证据，就让他算了。算了？这么轻易就算了？得跟他死杠。法律如果治不了他，我们就想其他的招。你有什么招？议会已经倒闭了，你拿什么跟他杠？你的工作室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就算我说算了，桃花也不能那么轻易就算了。这件事情不是你们说算就算，说不算就不算的，你们根本没有跟人家清算的资本。我现在手上就是没有证据，我要是有证据，照样扳倒那个老家伙。倒是你现在都跟明万鹏同流合污了，你还让桃花去你那儿上班，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你明白那种被最亲的人背叛是什么滋味吗？所以呢，舒克，你说的都是感受，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实。现实是什么？你们没有话语权。你们都是向现实低头的人，我不是。桃花，我有事儿要跟你聊聊。